县令为了升官，带着妻子去见钦差大臣。来到馆驿，夫妻俩进入了钦差大臣胡惟的房间。说了没几句话，县令孟高升便转身要独自离开。回来！钦差胡惟叫住了县令孟高升，快把这女子也带走。孟高升微微一笑，胡大人，漫漫长夜，您孤身一人，就让她留下来照顾您的起居吧。钦差大臣胡惟把眼一瞪，孟高升，你一个小小县令，胆子倒是不小，竟敢色会老夫，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老夫乃是大大的清官，你是不想要头上的乌纱帽了吗？卑职不敢，卑职天胆也不敢呐。大人您的清明，小的当然知晓。说着话，孟高升用手一指自己的老婆芈氏，她可不是风尘女子，也不是普通的良家妇女，她是卑职的贱内呀。原来这位县令孟高升早就打听清楚了，吏部尚书胡惟表面上清正廉明，私下却是本朝最大的贪官。他不但贪财，更是好色。不过此人从不去烟花柳巷，也不接触普通女人，他十分小心，只是喜欢下级官员家中的女眷。大概是觉得这些女子最为安全，如今奉了皇上的旨意，到各处考察官员。今天来到孟高升任职的县衙，天天做着升官美梦的孟高升，怎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孟高升好说歹劝，软硬兼施，总算是把妻子芈氏给说通了，送到了钦差胡惟的面前。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吏部尚书胡惟当听说面前这名美貌的女子是县令孟高升的结发之妻，他心里踏实了，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孟高升转身出屋，轻轻把门给关好，他就离开馆驿，回县衙去了。过了几天，钦差大臣胡惟要到别的地方去考察官员了，临行前要求带上芈氏。感情经过这几天的接触，胡惟对芈氏格外喜欢，打算把芈氏纳为自己的一个偏房，带回京城去。跟孟高升这么一说，孟高升非常乐意，他是只想着升官，老婆没了可以再娶嘛，高高兴兴就答应了。因为胡惟许诺回京之后一定向皇上举荐他孟高升，让他进京做大官。几个月后，钦差大臣吏部尚书胡惟带着几车的金银珠宝以及十分喜爱的芈氏回到了京城。安顿好金银珠宝和芈氏之后，换好朝服，面见皇上。用今天的话来讲，他要向皇上汇报工作。在讲到县令孟高升的时候，陛下，县令孟高升是您钦点的状元，此人果然十分有才，只可惜他辜负了皇上的厚望。自从到任以来，孟高升玩忽职守，贪赃枉法，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另外，他甚至还和土匪勾结一处，制造了许多的冤案假案，草菅人命啊！哦，这狗官，原来他是这么个东西。传朕旨意，将孟高升捉来京城，交刑部审讯之后，按律问罪。自从钦差胡惟带着芈氏走了之后，县令孟高升天天在做高升的美梦，盼着皇上升他的官。这一天，孟高升正在县衙后堂品茶呢，圣旨果然来了，不过不是升他的官，
咔嚓一声，邢家就把孟高升锁上了，不容分说，推进木龙囚车，便把孟高升带到了京城，投入了刑部的大牢。刑部也有吏部尚书胡惟的人，一用重刑，屈打成招，孟高升便被判了个秋后问斩。案卷很快到了皇上的龙书案上，只要皇上御笔一批，孟高升就铁定人头落地了。可事情真巧，这时候皇上身边陪着一位爱妃，玉贵妃，小名叫燕子。这燕子玉贵妃一眼就看见了孟高升的名字，她心头就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原来这燕子在进宫之前，从小与孟高升一起长大，是两小无猜的小朋友。后来父母给他俩定了亲，正要给他们办婚事的时候，皇上选美的旨意就传下来了，不想参加也不行。小燕子无奈之下被选进了皇宫，还真就被皇上给宠幸了。皇上对小燕子十分喜爱，封她为玉贵妃。现在这玉贵妃一看自己的心上人将要被开刀问斩，岂能见死不救？可是怎么救呢？实话实说绝对不行。哎，有了！玉贵妃一把搂住了皇上的脖子，陛下，夜已经深了，让贱妾伺候陛下安歇吧。皇上也确实有些累了，于是他打了个哈欠，顺势搂着玉贵妃就睡下了。第二天一早，皇上早朝走了之后，玉贵妃喊来了心腹太监李公公，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李公公连声说遵懿旨。这李公公是皇上面前的红人，等皇上下朝之后，见周围没有了别人，李公公就跟皇上胡扯了一通，说是自己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匹长着翅膀的飞马飞进宫里来了，但是现在这匹飞马被困在了笼子里。皇上，马有龙性啊，是吉祥的象征，大概是上天赐予陛下的坐骑，如今被误关进了铁笼，实为不妥。皇上一听觉得很有意思，下令让人到狱牢和刑部大牢去查，看最近被关进来的犯人当中有没有跟马有关系的，说是姓马、属马，或者是名字当中带个马字儿都行，带来见我。结果还真找着一位，这位属马正是县令孟高升。孟高升被带到皇上面前，行过大礼之后，他是大呼冤枉，求皇上明察，替他做主。孟爱卿，你快起来吧，不用再查了。朕已经知道了，你肯定是被冤枉的。从今天起，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听用，先做个给事中吧。这给事中级别虽然不高，但是天天陪在皇上左右，出谋划策，可以随时弹劾朝廷大臣。孟高升赶忙是响头碰地，高呼万岁，谢主隆恩。这孟高升还真就高升了，简直是一步登天。吏部尚书胡惟得到了这个消息，说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皇上忽然就把孟高升从大牢里边给提了出来，而且是直接留在身边做了给事中。哎呀，不好！胡惟可害了怕了，怎么？他霸占了孟高升的老婆了呀？不但霸占了孟高升的老婆，本来答应帮他升官的，结果不但没有在皇上面前美言，相反还把他孟高升给告了，将孟高升送进监狱，要判死刑。如今孟高升能不恨我吗？哪天只要是他把嘴一歪歪，在皇上面前说上几句坏话，就能要了我全家的性命啊！胡惟马上采取行动，深夜亲自把自己的小妾，也就是孟高升的妻子芈氏，送还给了孟高升。
同时还奉上一份厚礼。孟高升很高兴，说是绝对不会难为吏部尚书胡惟，以后大家同殿为官，还要互相照应呢。胡惟回到自己的府邸之后，一开始挺踏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他转念一想，还是不行，只有让孟高升人头落地，我才能够彻底放心。于是他暗地里就不停地寻找机会，果然找到了孟高升的漏洞。哈哈，原来皇上的爱妃玉贵妃在民间的时候曾是孟高升的未婚妻，而且这次玉贵妃勾结宦官李公公，撒了个弥天大谎，才从大牢里救出了孟高升。胡惟也没客气，把自己调查清楚的一切全都奏明了皇上。皇上大怒，将孟高升贬到边疆去看管犯人去了。玉贵妃被打入冷宫，李公公被赐给了一杯毒酒，喝下之后七窍流血而亡。皇上加封吏部尚书胡惟为护国大将军。没过多久，胡惟正美着呢，皇帝突然驾崩了，新皇登基。第一个被新皇帝治罪的就是这位吏部尚书、护国大将军胡惟，罪名是贪赃枉法、买官卖官等11项罪名。被抄家之后，胡惟捧着新皇上赐给他的3尺白绫，悬梁了，曾经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